宿舍夜谈会，每个人都要讲一个恐怖故事。老大讲了樱桃木，老二讲了肉肠狗，老三讲了河边草。轮到我时，我讲起来我的哥哥。哥哥有什么恐怖的？是打你骂你，还是不喜欢你？都不是，他只是想要我的命而已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故事的开始是25年前的东北农村。25年前，我还没有出生，而我的父母已经是40岁了。因为没有孩子，父母成了村里的谈资。不知道是做了多少缺德事，才生不出来孩子要。孩子都生不出来，也能算个男人？咋都说到男人身上了？要我说，还是翠萍的肚子不争气，撒多少种子都发不出来苗。村里人说这话的时候，不一定带有很多恶意，更多的是说了几十年，已经说习惯了。只要一坐下来拉呱，就会把我爹娘拉出来念叨一遍。他们说这些的时候并不避人，甚至我爹娘偶尔路过，他们还要故意喊一声，让他们评评谁说的对。每到此时，爹娘都是低着脑袋不说话的。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是笑话，可他们没办法也没理由反抗这种嘲弄。没有孩子的人是直不起来腰的，所以他们只能一年年地沉默，一年年地估计下去。像是过了季的白菜，蔫头耷脑的，没有价值，怎么吃都不对。事情的转折是那年的冬天。东北的冬天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冷，雪能下到人腰窝处，2天不开门就能把人毒死在屋里。别人都恨极了这样的天，出不了门，走不了亲戚，只能在丈二的屋子内一圈圈地转着。可我爹娘最喜欢这种日子，不会有人打着各种旗号劝他们去医院看看，又或者是神神秘秘地让他们凑点钱收养个孩子。这段日子是独属于他们的治愈时光，他们可以安心地、舒服地躺在家里的床上，看着窗户上结起的一层层霜花，说着夫妻俩之间的家常话，偶尔也会讨论到孩子。其实没有孩子也是好事，那些有孩子的，哪一个能跟咱们一样能睡个整觉？我娘摸着自己瘪瘪的肚子，也跟着应和：是的嘞，小孩子最烦人了，一哭一夜的，呜呜个不停。听说老梁头的儿媳妇整夜抱着孩子，把腰都累坏了呢。可不是，还好咱们没有孩子。两人说着说着，就会模仿小孩子的哭声闹着对方，装作自己没有孩子也很满足的样子。以往2个人说一会儿就会各自抱着枕头睡过去，可这一次他们闭嘴后，孩子的哭声却断断续续地从外面传进来。夫妻2个对视一眼，几乎是同时跳起来，光着脚就往门口跑去。打开门，孩子的哭声更清晰了一点。2个人像是感觉不到冷，在风雪中一脚深一脚浅地挣扎着往哭声传来的方向找去。风雪迷人眼，孩子的哭声也是时有时无。他们找了很久，才在屋后找到了一个被挂在树上的孩子。准确地说，是一个被裹在襁褓中的孩子。这是别人不要的。我娘娜娜开口，看着我爹的眼神中带着期盼和自己都不知道的祈求。肯定是人不要的。我爹咽了咽唾沫，将孩子塞到我娘的怀里，回家。孩子是怎么来的，没人能说得清。也许是这老2口太可怜，老天也看不下去，赏赐给他们的。又或者是这老2口太窝囊，别人故意跑到家门口丢下的孩子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他们总归是有了孩子，即使这个孩子看起来像是活不长了。冬天太冷了，孩子不知道在外面冻了多久，襁褓冰冷无比，指节摁上去都是彻骨的寒。我娘将孩子从那小被子里包出来时，孩子已经浑身青紫，开始抽搐了。只看了一眼，我爹脸上的喜色瞬间就没了。他愣愣地看着孩子，忽然抬手对着自己的脸扇了2巴掌，跪坐到地上哀嚎起来：天爷呀，可不能这样对我啊，我没做过孽啊，不能这样对我啊！我娘不说话，颤抖地将孩子往怀里塞，试图依靠自己的体温让这个孩子暖起来。可孩子还是渐渐地冷了下去，直到彻底的不动了。
我爹崩溃了，他用力地踹着地上的湿被子，嘴里絮絮叨叨地不停咒骂着什么。骂着骂着，我爹慢慢恢复了神智。他叹了口气，又拾起被子拍了拍，让我娘把死孩子交给他，咱们就是没孩子的命，这孩子不能留在咱们这。我娘不肯，避开我爹的手，一脸不解，什么没孩子，这就是我的孩子啊，你听不到他在叫娘吗？等等等，不是说是个死孩子吗？怎么就叫娘了？宿舍长打断我的话，你这故事一点都不严谨。老二翻了个白眼，语文阅读理解是怎么做的？这明显就是小四的娘疯了啊！老二刚说完，老三猛地推了他一把，他像是反应过来一样，讪讪地道歉：“对不起啊，小四，我嘴贱了。”我笑着摇头：“你没说错，娘确实是疯了。世界上最悲惨的事，从来不是得不到，而是得到了又失去。如果一直没有孩子还好，可明明这个孩子那么鲜活地存在着，那么大声地哭嚎着，冰冷和温暖的相贴，我娘怎么能承受得住这个打击？我爹也发现了这件事，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怕自己再强硬一点，我娘会疯得更彻底。他只能坐在一边，看着我娘将那个不会动的婴儿抱到炕上，搂到自己的怀里，悠悠喳悠悠喳，小宝宝快睡觉，狼来了，狐来了，老和尚背着鼓来了。我爹第一次看我娘那么温柔的模样，他拍着婴儿的肚子，哼唱着儿歌。晕黄的灯光照着小半个屋子，一切都像是他们幻想中的样子。我爹心软了。我爹原本是打算等娘睡了，再偷偷把孩子丢了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他等着等着就晕晕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等到天光大亮的时候，才惊恐地发现炕上没人了。翠萍，翠萍！我爹大喊着冲出门，和正抱着孩子从厨房出来的娘对上。娘翻了个白眼，小点声，别吵着孩子。见我爹跟个呆头鹅一样的杵着，犹豫一下，将襁褓塞给我爹，抱着孩子在屋里溜溜。这孩子娇，一停就哭。我爹不敢反驳娘，只能顺着他的话接过来。他想着这是个好机会，可一低头就和一对黑黝黝的眸子对上了。那个孩子居然真的活了。孩子睁着大眼睛愣愣地看着我爹，然后忽然张嘴大笑了起来。那一瞬间，我爹觉得自己疯了，因为他好像也听到了那声稚嫩却清晰的童音：爹。那个孩子就是我哥。说来也怪，我娘从没生养过，可偏偏孩子来到这个家的第二天，他就来了奶。我爹稀罕的不行，给我哥起名叫有福。他说自己有福遇到了我哥，说我哥有福进了我家。后者不好说，但是前者很快就表现出来了。有了我哥，爹娘的腰板一下子就直了。过了冬，春化雪，我爹迫不及待地抱着孩子出了门，向每个人宣告自己有孩子了。村里人笑，别是从哪里偷的吧？就是，你们家就是没孩子的命。这次话还没有说完，我娘就扑过去，将那个长蛰夫摁在身下，痛痛快快地甩了10几个巴掌。长蛰夫的男人来了，我娘也不怕。她从家里的厨房拎出来一把菜刀，抡圆了膀子甩过去。这就是我儿子，下次你们谁再嘴碎，我把你们全砍了。男人怕得腿都打哆嗦，嘴还是硬。我们家多少人，你家才几个，装什么牛犊子呢？我娘听到这话，不气反笑，人多有什么用，能活下来才是本事。她说这话时候，腰板挺得直直的，眼里全是温和的笑意。可那群人愣是齐齐打了个哆嗦。人都说娘疯了，可不能再说翠萍护那个野种跟护眼珠子一样。这有了孩子就是不一样，以往看着文文静静的，如今也能拎刀子砍人了。村里人怕了我娘，疯了的老实人，谁知道能干出什么来？村里人不敢再当着我娘的面说什么难听的话，可憋得难受，于是他们转而向外面村子去传播，一传10，10传100的，就传到我爷的耳朵里。我爷是个要脸面的，
当初我爹迟迟生不出来孩子，我也一气之下就将他们赶出了家门，10几年来都没有再联系。可当他知道我爹娘不知道从哪抱回来个野孩子养的时候，他又无比的愤怒。不是愤怒别人说我哥是野孩子，而是我爹情愿养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孩子，都不肯养自己的亲侄子。没多久，爷就牵着一个3岁的孩子来了。我娘躲在屋子里不肯出去，我爹则忙前忙后的拿凳子倒糖水。他以为自己爹是看到自己有孩子了来让自己回家的，可没想到我爷一张嘴就是让他把有福丢了。生不出来孩子也没什么丢人的，但是你要是养一个不是王家的种，那我是不依的。你们要是实在想养孩子，就养你大哥的儿子。我和他们说过了，以后这孩子算你们家的，等你们2口子走了，给你们哭棚摔碗后再回去。至于那个孩子哪来的丢哪去，别占着王家的嘴。我爹面无表情地站在院子里。就在我娘按捺不住要冲出来的时候，我爹劈手夺过我爷手里的茶缸，然后在2个人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把将2个人推出门。有福是我儿子，用不上别人家的孩子来撑门面。我也跳脚，一会儿说我爹不孝，一会儿说我爹疯了，一会儿又说要把他们赶出王家，一会儿又说自己的不容易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爹就是不开门。一老一少等了半个下午，最终在天黑前气呼呼地走了。我爹站在窗户边，将我哥高高举起，亲了又亲。我有福呢，有福会孝顺爹的，对不对？我哥嘿嘿笑，2只炮节一样的手在半空中挥舞着，含糊不清地喊着爹，喊着娘。许是有福真的能带来福气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家里的生活条件也越发的好了起来。直到我哥7岁那年，我娘在医院查出来怀孕了。我爹急匆匆地赶来，听到医生的话，扑通一下子就跪在我娘面前。老大的人了，抱着我娘的大腿哭得昏天黑地。我终于要有亲儿子了。我爹说这话时，我哥站在我娘的身后，面无表情。我爹开始越来越忙，但是再忙也会每天回家看看我娘的肚子，给我娘带点现成才有的营养品。这可贵着呢，多吃点，对孩子有好处。我娘就笑，孩子还没豆粒大呢，先给有福吃。我爹摆手，有福大了呢，先紧着老二来。再说了，有福也不喜欢吃，对不对？我哥笑着点着脑袋，对。我爹满意地摸了摸我哥的脑袋，夸奖有福真乖。新安装的电棍灯下，我哥仰着头，眼里却没有多少笑意。爹娘没发现我哥的不对劲，但是从那之后，所有的好吃的有福都吃不到了。要乖，要听话，要照顾好妈妈和弟弟。有福跟着重读，要乖，要听话，要照顾好妈妈和弟弟。爹就笑。爹娘各有各的事，村里的长舌妇又冒了头，看到我哥就喊他，有福，你娘要给你生弟弟了，你怕不怕？我哥不明白为什么要怕。村里人笑，因为你不是亲生的啊，有了亲生的，翠萍就不要你了。我哥弱弱辩解，你们胡说，爹说了，只要我乖，他就最疼我了。那群人轰然大笑，真是个实心的傻子。我哥不是傻子，所以他本能的害怕，然后他跑了。娘是第2天发现我哥不见的，往日1分钟看不到都要着急的儿子，这次过了1夜又1天才发现人不见了。他找到村口小卖部，给爹打电话，娃他爹有福不见了。爹带了很多人来找。娘从别人口中知道事情的经过后，不顾自己的大肚子，抡着柴刀一家家的砍开门，对着屋里摔打砸。有福有一点事，我就不活了。我不活了，谁也别想活。村里人害怕了，他们就像是菜市场里绕着骨头摊的狗，欺软怕硬。对着有福，他们能说闲话，可对着提刀的娘，他们只会讪讪的辩解，自己也没说啥。看着我娘那双猩红的眼睛，村里人一个个举着火把或者手电筒去山上找。有福，有福！呼唤声如同波浪一样
从山下一直蔓延到山顶。我哥缩在一个巨大的草窝里，脸色煞白。我爹率先找到了他，见他还要跑，爹脱了鞋就要抽他，可对上他泪汪汪的眼睛，那鞋底到底没落下去。他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你跑啥？”我哥不说话，直到看到娘的出现，才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为什么是娃他爹？为什么不是有福他爹？明明以前都是有福他爹，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娃他爹？你们是不是不想要有福了？那么多人站在那里，却齐齐安静无声。我爹隐在黑暗中，看不清神色，只有不停晃动的手电筒证明着他心中的震颤。娘一把扯过有福，将他摁在怀里：“你也是娘的娃，你也是娘的娃，娘怎么能不要你？”二胎家庭真的很难平衡。老二忽然点评：“你爹是有点不是玩意了。”这话我没法接，只能扭头看向老三。老三比了一个手势，利索地捂住老二的嘴，示意我继续说。我避开老二求饶的眼神，继续开口。打那之后，爹就变了，他开始加倍地对我哥好。我哥的不安也被一日日地抹去，终于恢复了曾经的模样。而那年的冬天，我也出生了。我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，不是爹，不是娘，而是哥。他抱着我，笑得眉眼弯弯：“弟弟，我是哥哥啊！”我张嘴：“啊，叫哥哥啊，快叫哥哥啊！啊啊啊，本弟弟啊啊啊啊啊！”爹笑着从我哥手里接过我，弟弟还小，还听不懂说话呢，那得多久能听到啊？我哥缠着爹的腿，像个小跟屁虫一样跑前跑后，大概还得3、4年吧。3、4年，7岁的哥哥已经初步明白时间的流逝了。他瘪了瘪嘴，只能遗憾地长叹：“那真的好久好久哦。”时间其实是个很有趣的东西，你不去在意的时候，会发觉它的存在是那么的漫长。但你想要去抓住它的时候，无论手握得多么紧，它还是会从缝隙间流出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从一个只会啊啊的婴儿长成了在村子里上蹿下跳的皮猴子，而我哥也一日比一日稳重。在他16岁那年，实行了第一次文理分科。爹拿着通知找了许多人去咨询，回来之后对哥说：“有福，你选文科吧，以后公司还要靠你们哥俩呢。你弟一看就是个不省心的，到时候还得你跟在他身边提点一下。”爹说这话时候翘着二郎腿，手里夹着一根烟，烟雾缭绕间，我哥很温顺地答应了。我蹲在一边，一脸不耐烦：“我才不喜欢那些东西，我就喜欢种地，我要种一辈子地。”我爹怒目：“放你娘的屁！你去种地了，老子这一堆家当留给谁？那不是还有哥吗？你个小瘪犊子，那能一样吗？”我爹下意识骂出声。这句话一说完，他就愣住了。他尴尬地放下腿，站起来，看向我哥，脸涨得通红，却嗫嚅着解释不出来什么。有福，爹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哥还是那种温和的笑。爹，我都理解的。弟弟还小，长大就懂事了。我爹像是有了一个台阶一样，立刻点头应和：“是的，是的，爹对你和你弟都是一样的，你最乖了，你懂爹。”我的视线在爹和哥的身上流转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种莫名的不安蔓延开来。我隐隐觉得似乎有什么不一样了，可我不敢问，也不敢去探寻。总觉得这层窗户纸一旦被捅破，那么后果是我没办法去承担的。哥的录取通知书到来那天，是我12岁生日的前几天。爹拿着通知书到处炫耀，看看我家有福，进了我们家，真是算得有福气了。娘在准备给我过生日用的东西。12岁是个大日子，村里来了好些人帮忙。我妈和几个婶娘一边说话，一边抽空扫了一眼，也跟着夸奖：“咱们有福，从小就是有福气的。”我穿着崭新的衣服，拿着我爹奖励给我的手机，看着像一棵树站着的哥，忽然忍不住问爹：“爸，你给哥买啥了？”
熙熙攘攘的屋子忽然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我哥的身上。他穿着不怎么合身的衬衫，整个人瘦削地站在那里，像是一个假人。这些目光让他想到了8年前的那个夜晚，一样的沉默相对，一样的让人无法言喻。和那时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次没有人会把他搂在怀里安慰他，所以他只能熟练地勾起嘴角的弧度，对着我说：爹给我买了好多的东西，我只是没拿出来而已。这是个借口，我知道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可他们还是舒了一口气地接过话去。是的，谁不知道你们最疼有福了？有福从小就懂事，肯定是舍不得把好东西拿出来的。我娘尴尬地分着东西，点着头：是呢，是呢。我生日那天，爹那边的亲戚都赶了过来。自从我爹有钱之后，那边的亲戚就来了很多次了，只是每次都被赶走。这一次他们干脆上了大招，直接把我快90岁的爷爷推来了。我爷坐在轮椅上，说话都只有气音了，看起来十分的可怜。当年来我家的那个侄子也已经长成了胖乎乎的小子。爷说想你了，就来看看，到底是血亲。爹和娘都心软了，在主座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位置。我也看起来十分喜欢我，不停地摩挲着我的手，浑浊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真好，真好啊！皮肤接触间像极了跟老树皮的摩挲。但当视线转到我哥的身上时，他脸色大变，滚着轮子就往后推。我爹不知道他想干嘛，以为他又要作妖，可刚靠近，我爷就一把拉住我爹的手。他的嘴巴张张合合，我们却听不到什么，只能看到爹的身子弯下去，脸上的笑逐渐消失。当他转过头时，表情冰凉无比。那场宴席匆匆结束，爹不顾娘的阻拦，愣是要爷再家住一晚。这屋子本身就小，现在上哪里给他挤出来一间？娘叹着气，哥提出建议，我和弟弟住一间，让爷住我那间吧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娘点头，还没说什么，爹猛然喝道：不行！他一把扯过我，将我拉到身后，警惕地看着哥，似乎是发现自己反应有点大，他又秒补开口：你那屋子不如你弟的大，让你弟和你爷挤一挤就行了。娘不愿意，但被我爹瞪了一眼后，就老实地闭嘴。我不太愿意，我也看我的眼神太恐怖了，像是要把我吃了一样，但我反抗无效，只能气呼呼地应下。漆黑的屋子里，爷用气音问我以前的事，从我出生的年月一路问到身体如何，从和我哥的日常到我哥平常有没有异样。我不耐烦地回答2个问题，就闭眼装睡。装着装着，我就彻底睡过去了。等半夜惊醒，我才发现身边已经没有人了。想到我爷那个翻身都大喘气的身体，我立刻起床寻找。找来找去，就找到了爹娘的屋子。屋子的门没有关死，隐约能听到屋里的声音。我小心地走过去，还没说话，就听到我娘压抑的惊呼：你说有福不是人？我脚步顿住，不是人？什么意思？爷的声音从屋里传出，你这么震惊干什么？难道你当初就没有怀疑过？屋子里没有人说话，爷咳嗽了2声才继续开口：当年是我的错，要是我去看了一眼，就不会让你们到现在才知道真相。这也太荒谬了。我娘哑着嗓子说话：我看爹说的没错。我听到爹的声音从屋里传来，当年我就怀疑了，谁家婴儿能零下30多度还能活着？别说婴儿了，就是大人也扛不住啊。当年我明明看着他断气的，怎么一觉睡醒他就活了？而且这么些年，他……屋里的讨论声若有若无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忽然听到娘猛地放大的声音：你们想把有福丢了？小点声，我的祖宗！我爹捂住了娘的嘴巴，然后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继续问我爷：爹，没有别的法子了吗？有福这么多年也没害过我们啊。那是因为你儿子还没长大。
我爷开口：听说过杜鹃吗？山里的精怪要想成人，就得要和人换运。你儿子12岁了，在我们这就算成活了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就等着看，前后不出2周，你儿子就会出事。屋子里又沉寂下来，我捂着砰砰跳的心脏，小心地退回了房间。没走2步，就看到抱着被子沉默地站在门口的哥。他没说话，示意我跟着他小心地退回了屋子。哥，我的声音酸涩无比。刚才爸妈的话你都听到了？他避开我的视线，没有回答我，只将怀里的被子往我的方向举了举。你喜欢抢被子，我怕也抢不过你，给你们加床被子。我下意识接过被子，在黑暗中捕捉哥的身影。哥，你真的不是人吗？这话我问出口就后悔了，我怎么能这么想自己的哥？再说了，爹娘和爷相信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读过书。我读了那么多年书，早就该知道世上没有这些精怪的，怎么还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？比起说哥不是人，我更相信是我爷那个老壁灯故意挑拨哥和我们的关系，就为了让他那个狗屁侄子继承我爹的家产。想到这，我上前隔着被子用力地抱住哥。哥，我永远和你站在一起。可过完生日的第3天，我忽然生病了，医院查不出来病根，爹娘急得一夜白头。我晕晕乎乎地躺在床上，不知道怎么的就想到了爷的话。真的是哥害我的吗？我晃了晃脑袋，想把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甩出去，可这个念头就像是扎根了一样，一遍遍地出现。生病真的很痛苦，无尽的抽血，无尽的检查。比起身体上的痛苦，更让人绝望的是心里。一日日重复地看着白色的屋顶，来来往往或哭或笑的人，让我心中生出戾气。我想怨恨，可我不知道恨谁。恨这场病吗？恨爹娘吗？还是恨爷，恨哥？我想不明白，只能越发的虚弱下去。医生在无数次的检查之后，委婉地提出让我出院，带着孩子多玩玩吧。还这么年轻。娘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。爹揪着医生的脖子，挥舞着皮包，大声地喊着自己有钱，让医生就医救我。医生眼里无奈，却配合地顺着爹的力道前后摇摆着。冷静一下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我躺在床上看着这场闹剧，开了口：爸，我想出院了。如果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希望不是在充斥消毒水的病房，而是在自由自在的田野。我又回到了家，家里来了许多亲戚和朋友，他们嘴上说着可惜，但眼里却是幸灾乐祸。我默不作声地躺着，任由他们抹着眼泪说着各种看似关心的话。爷又一次来了，他这次看起来更虚弱了，只是看我的眼神还是那么贪婪。让我把孩子带走吧，他对我爹娘说道，你们抓紧把有福处理了，这孩子还有得救。处理？娘似乎不懂爷的意思。3个人对视一眼，给我也掖了掖被子，一起出了门。没多久，一个身影出现在屋子里。弟弟，他喊我，眼里带着心疼，你不能和他走。心里堵着的郁气像是找到了一个发泄口。我不受控制的脱口质问，为什么？他想害你。哥给出回答，可我不信他了。我看着他健康的身体，心里的怨恨终于有了实质化。是他想害我，还是你想害我？哥的眼里闪过受伤。我对你从来没有恶意的。他继续开口。我转过头，不肯看他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虚情假意？哥没有说话。我又补了一句，要是你不在这个家就好了。屋子里安静到了极点，灰尘在阳光中上下漂浮，明明很温暖，可我却只能感受到寒意。直到外面传来脚步声，他才像是惊醒一样从窗户翻了出去，眼泪不自觉从眼角疯狂涌出。我后悔和哥那样说话，我知道哥对我很好很好。小时候我病过一次，那时候我几乎是有气进没气出，
爹娘甚至都开始给我打棺材了。就在我感觉自己不行的那个夜晚，一身伤的哥忽然出现在屋子里。他手臂上是细密的绒毛，脸上身上都是伤，在他的背后是断了一截的黑色翅膀。可他浑然不觉，只有手里发着光的草和眼睛里的笑格外真切。哥会救你的，他对我说，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兄弟。那时我并得分不清现实和虚幻，只把那个夜晚当作是梦。可现在我忽然觉得，也许哥真的不是人。那他救了我一次，能不能再救我第二次呢？毕竟他自己说的，要和我做一辈子的好兄弟啊。我期待着哥哥像从前一样，再次举着草药来救我。可没有，不仅是爹娘防着他，就连他自己也不再出现，也来得更勤了。他一遍遍地劝着爹娘行动。后山哪年不死两个？你随便找个借口让他上山不就行了？自己的亲儿子难道还没有一个异类重要吗？那孩子早就该死了，你们让他多活了10几年还不够吗？你考虑别人，没考虑过自己的孩子吗？你问问他，问问他想不想死？两个人此消彼长，你们只能保住一个。爹娘看向我，我颤抖地伸手喊他们，爸妈，救救我，我不想死，我想活。我才10几岁，我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没见过，我想活啊，我想活啊。在我一声声的想活中，爹娘脸色沉了下来，他们像是做好了某种决心一样，去找了我哥。这是我生病以来，哥第一次光明正大地出现在我面前。娘抹着眼泪看向哥，有福啊，娘也是没办法了。那个中医说，必须要什么100年灵芝才能救你弟弟。我和你爹去了好几趟都没找到，人人都说你是有福的，你能不能帮爹娘找找啊？这个借口粗陋无比。哥扭头看我，像是疑问，又像是要做什么选择。我不敢看他，哥，救救我吧，你不是最疼我了吗？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听到哥的回答，好。决定上山那日，爹娘做了很多准备，他们把我送到爷那里，让爷照顾我，又在衣服里塞了刀和药。山上蛇鼠虫蚁那么多，多备点以防万一。他们说的一脸正色。哥沉默地点头。从我那句话之后，哥就一直沉默着，沉默地答应每一件事，沉默地照顾我。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。躺在爷家的破败屋子，我一遍遍地对着空气道歉，对不起啊哥，原谅我，我只想活着啊。哥，原谅我。谁不想活着？我安慰自己，我只是做了正常人都会做的选择罢了。哥一定会原谅我的。时间到了半夜，轮子和地面接触的声音惊醒了我。我猛地睁开眼，看着进来的黑影，试探开口，爷。黑影没有回答，直到他到了跟前，我才确定那个人是谁。爷，你咋来了？爷没有理我，沉默地将我的手从被子里拽出来。不等我反应，手臂一疼，无数的液体涌出。我还没来得及喊疼，就感受到自己的伤口处贴上了一块老榆木树的触感。屋子里只有吞咽液体的声音。他要害你。哥的话又一次出现在脑海。我张着嘴，过度的虚弱让我一个字都说不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爷的声音才又一次响起。不枉我做了那么多准备，终于让我得偿所愿了。他的声音比以往多了些中气。好孙子，你会原谅爷的对吧？你想活着，所以让你哥去死。我也想继续活着，你也愿意为了爷去死吧？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。我想嘶吼，可挣扎半天，只吐出一个啊字。爷很兴奋，他坐在椅子上和我讲很久之前的事。他说自己有一次进山，看到了一只比人还大的鸟和一只老虎在打斗。他说那场打斗是他生平第一次见。那鸟看着像乌鸦，却比乌鸦漂亮很多。那鸟跟不要命一样的大，
把那老虎都吓着了。我也似乎在感叹，真的太震撼了。要是以前有人和他说鸟能打过老虎，他只会觉得是放屁。可那一场打斗彻底颠覆了三观，鸟脖子几乎都被咬断，身后的翅膀也被撕掉一块，羽毛散落满天，他都觉得那鸟会死。可最后鸟赢了，在他惊恐的视线中，鸟变成了一个遍身伤痕的人。他挣扎着从老虎身边揪下一个闪着金光的草药，就是那点金光让他看到那个人的样子，也让他注意到了我家。说着说着，他似乎是累了，手起刀落，又是一道伤痕。我眼泪疯狂涌出，第一次后悔，后悔那样对哥说话。明明哥都告诉过我的，为什么要不听他的话呢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房间里已经全都是血腥味。爷从轮椅上走下来，伸展着四肢，年轻的感觉真好啊，真好啊！哥不会放过你的。爷笑得更大声了，他不会放过我，他现在恐怕都死在你爹娘手上了。也不知道好好的一只精怪，怎么就想学着做人了？可惜，光有人的心肠，没有人的心眼。死了也不亏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。意识昏迷之际，一声沙哑的鸟叫从门外传出，我艰难地扭过头，看到了一只残破的乌鸦飞了进来。师哥，我眼睛一亮，有了点力气。爷吓了一跳，踉跄着后退，跌坐在地。你怎么还活着？你把翠萍他们咋样了？乌鸦重新变成人，面无表情地出现在屋子里。爹娘受伤了，还在山上。我告诉他们你对弟弟心怀不轨，他们让我先来救弟弟。哥果然还关心我。我啊啊地喊着哥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肯定把他们都杀了。他喊着，又跪在地上求哥，放了我，都是这小崽子心狠，他想害你，我从来没想过害你。我哥看着我手臂上的痕迹，眼里闪过戾气。他每向我爷走一步，我爷就哆嗦地后退一步。动作间，腥臊味充斥了房间，掩盖过屋子里的血气。你不能杀我，你杀了我，肯定会被雷劈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你该死！也很快地凑到我身边，他喊着求饶，喊着救命，可声音在屋子里传不出外面一点。杀了我！你活不了，这小逼崽子也活不成。见求饶没用，爷开始用我威胁。哥的脚步顿住了，他焦急地看向我。爷见有效，还想继续说什么。下一刻，他的话永远地停留在口中，再也说不出来了。在他的身后，一把闪烁着寒光的匕首没入其中。那是他带来的，那是我捅进去的。你能害我哥？我的声音在抖。我哥不能有事，他没了，我怎么办？也倒了下去，我也因为用尽力气向后摔去。你疯了！哥扑过来，踢开爷的身体，接住我。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。我的声音很轻，断断续续的。我们说过的要做一辈子好兄弟。哥的眼泪滴落下来。我们做不了一辈子的好兄弟了。仙草只有一株，我的笑僵在脸上。哥想救你，就得用哥自己的命。我眼神闪了闪，手无力地握拳。爹娘以后就靠你照顾了。他的周身散发出金光，随着金光充斥我的全身，一股暖洋洋的气息在身体里涌动。我的手脚开始恢复力气，可哥的身影却逐渐消散。我想伸手去捞，却捞了一个空。别费力气了，咱们哥俩好久没聊过天了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咱们好好说说话吧。那10几分钟的时间里，哥和我说了很多。他说自己早就见过爹娘，因为可怜他们，所以才化身成婴儿来给他们当孩子。乌鸦自带福气，所以才给他们带了我。可我不知道，人心是如此的易变。明明那么真心实意爱过的孩子，怎么就能忍心伤害呢？有福
是我们家有福有了哥，我们家对哥越好，家就越好。我是因为哥的福气才得以出生，可随着我的出生，爹娘下意识的偏心，让这份福气一减再减，所以我小时候才会生病。那时爹娘第一次动了把我哥送人的念头才引起的，所以我现在才会病得药石无医。因为这时候的爹娘比当年更狠，他们想要哥的命。爷说得对，哥只学会了人形，学不会人性，所以他没了。那后来呢？昏暗房间里，老二忍不住开口：“你哥就这么没了？”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。爹娘也没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山上本就豺狼虎豹很多，爹娘让哥去救我，自己受了伤，引来了大虫，只留下几根骨头。我因为年纪小，加上身上的伤还有爷口中的血字，被判定是自卫，让我回了家。后来我寒窗苦读数十载，最后才有幸和你们考上一所学校，成为舍友。老大若有所思，老三沉默不语。我将杯子放回桌子上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咱们该睡觉了，再等一会儿宿管阿姨都该来了。老二点头，你这故事讲得真好，你哥真的会是妖精吗？不是说世界上没有妖精的吗？我无语，哥，我是给你讲的故事，故事都是假的，你不要当真了啊。我是独生子啊。老二失落，我还以为是真的呢。老大和老三都哈哈笑了起来。行了行了，都吹灯睡觉吧，故事讲完了，明天还得早八呢。行，等会儿我把白天咱们拍的照片发群里，这可是咱们第一张合照呢。一阵悉悉索索收拾声之后，我们都躺回了各自的床铺。叮当几声，一张照片发了过来。老大，你的眼睛露出来了，我帮你修了一下，下次记得藏好哦。老三，老家地址发我一份，我看还能不能捡2根骨头泡个酒。我各自回了一个无语的表情，然后点开图片。阳光照射下，4个人肩搂着肩，对着镜头笑得一派张扬。可若是仔细看，就会发现最边上那人头发在阳光下隐约有多种颜色，而他的眼睛如同鸟类一般圆睁。叮当，图片被撤回，然后发来一张新的图片。老大，不好意思，发成原图了，新图请查收。老大，还有人间欢迎你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